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，感觉买这也不太合适，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。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命搭理。刚开始我图省事儿，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，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丑，实在没什么食欲，就被我放弃了。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，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，一个鸡爪子5根骨头，他就能去3根，完了还去不净。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，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就是机器用不了，鸡爪还退不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。后来研究了一下，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锅。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，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，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。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，现在闻的鸡油味就恶心，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。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，那手第一天是肿的，到最后呢没有知觉了。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，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。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%，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一生来治愈。然后原本我还买了10个空气炸锅，打算做点虎皮鸡爪，现在也用不上了，还都是新的，就全挂咸鱼出给大家了，做点吃的啥的特别方便。再加上家里2个闲置的拍立得，很适合记录日常，这些通通5块钱一个，大家直接点评论区链接闲鱼搜狗送就行了，也可以关注一下，后面还会持续上新。你们要是有什么用不到的东西，也可以挂闲鱼卖闲置赚钱。后来调汁的时候我非常的严谨，甚至买了10几种品牌的产品，逐一测评，然后汲取他们各自在口味上的优点。因为这些鸡爪子已经整折磨我们4天了，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，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。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，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是蒜蓉酸辣，一半是泡椒的。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剪出来做成泡椒的了。这无骨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它现在酸酸辣辣的，还微微带点甜，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，感觉可太爽了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。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，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。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，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，在场一共7个人，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：好好活着。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，但是我研究了一下，市面上得有95%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，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，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，这汤越香，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。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，比之前卤猪蹄儿剩的那锅汤还香。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，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，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，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。这些牛肉在卤泡了一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，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了，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。我们试了好多工具，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，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，因为牛肉比较硬，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，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，再撕成细丝儿。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，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哭了，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，那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。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，太荒谬了。这些肉扒完丝儿，算是彻底给我们累麻了。晚上寻思先歇会儿，刷刷手机，正好最近新换了个苹果14 Pro Max， 这手机内存大、运行快，价格还实惠。在转转上买的，才花了8900，用着跟新的一样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而且转转是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手机都有真人检测，数码产品全都保修1年，特别靠谱。想换数码设备的，推荐你们也去转转看看。然后这些牛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，为了能更好吃，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。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，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。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。
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，烹煮过气，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。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，一口直接入魂，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，这里边的细丝入口化渣特别酥脆，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，吃起来很多汁水。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就是它不只有料香，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1斤。这牛肉丝现在吃的就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费酒了，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。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，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。我妈和我爸在家吵吵了，我妈做的菜我爸老挑毛病，我爸买的菜我妈也看不上，完了他俩早晨6点钟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评评理。真的，我真服了，我他妈头一次看着两口打仗不让孩子睡觉的。他俩为啥吃不到一起去呢？我妈吧，因为她老追那个韩剧，所以她就馋韩餐。我就可着家里有的菜，我对付出来这几样。我爸就愿意看着叮咣打仗的，完他就馋肉，我就给这个硬汉做了一锅手抓饭。这回我整明白了，折腾我回来的不是我爸我妈，是他妈这两个电视。翻了翻冰柜的存货，翻出几个发好的海参让我烧了，还有一个雀老大的鲽鱼头让我浇了。我买了只螃蟹回来，我先来个大点的蟹堡。我弟说还是大块的香啊，那怎么从来没在饭店吃着过呢？你说这不废话吗？这在饭店得卖好几千，他妈多大脑子能去吃它去呀？反狗弟今天也有点贡献，他带了几瓶女生爱喝的如熏果酒，这个酒原果汁含量大于等于75%，而且也没有什么色素、香精、添加剂啥的。这玩意儿喝着跟果汁似的，但还有点微醺的那个感觉。我妈喝好了，让我弟再买点。咱们看看我这个狗弟啊，一说再买点装喝醉呢，真的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腊肠、干饺、黑头、酒油。大蟹堡、韩饭、玉烙、葱参，还有手饭。我寻思着这一桌子想吃的想喝的都有了，我能消停睡个觉了吧？但是他俩又对明天吃啥产生了争论，我们服了。我整不明白他俩到底是真的还是演的。我现在就能整明白一个事儿，就是儿子算是让这两口玩明白了，算是。你不用整那个死出，除你谁也不赖。今天是这么回事儿，昨天我弟不让我奶伤了吗？我就劝他，我说外孙子挨一截这种事儿吧，你得习惯。我说你把这4斤虾尾帮我扒了，我跟你说点好话。他说不用，我奶买2根金条，地位就能上来。我说你买吧，你信不信你咋拿去的，他就能咋出现在我家桌子上。现在烙饼，因为家里没米了，我俩谁都不愿意出去买去，我怕他噎死，我做了个奶油蘑菇汤。你说这破玩意儿卖20多一碗，我弟喝还挺高兴，气死我了，他活该不受待见。因为卷饼嘛，我就七七八八的炒了各种丝儿，包括这个不太滑溜的滑溜里脊丝儿。但是我做了2个新的尝试，第一个是这个孜然羊肉粒儿，因为我很怀念那个大馕卷大串的那个费腮帮那个感觉。再一个就是炒这个虾尾肉，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卷饼好不好吃。起初我让他扒，就因为我看他咸有点闹腾。本来我俩这会儿都要吃饭了，他非打电话聊着我奶说看我奶想没想他。我奶说你别他妈跟我絮叨，有饭你就赶紧给我送过来。你说这个我去你的呀！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滑丝儿、土丝儿、酱丝儿、蛋仔、虾仔，配丝儿、茄丝儿、羊粒、酸丝儿、奶菇汤。这汤里怎么又有我弟的妈，又有我弟的妈的妈？卷饼呢，我是双拼吃法，这小是1个菜1张的吃法，这小是几个菜1张的吃法。这是我奶的吃法，就是1张饼里卷菜卷到冒样，完了吃漏了再1口饼1口菜那么吃。完吃完饭，我奶让我弟收拾桌子，给我喊屋来了，说又涨工资了，要给我拿点钱。完了特意嘱咐我一句，让我在门口看着点，别让我弟听着。前女友结婚了，我他妈得吃点好，来往这里加生抽、蚝油、白油、老抽，给我抓住你的感情，抓住你的爱，抓走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期待，给我腌了他妈的，起锅烧油炒鸡儿。他爸说过一句话，我能记一辈子：黑包要放居侯酱和卡卡酱。我太想他爸了，但是他爸现在已经是别人老丈人了，那我就应该放下他爸，重新琢磨别人爸。咱接着整饭啊，这些东西不都回洗了吗？拉了点白酒焖5分钟，然后扒拉下配菜再焖10分钟。这会儿你炒个绿叶菜，最后再怀念一下子，取锅上菜。哎呦我去！展示了啊！哎呦我操！我那呼！哎呦我！重新展示一下子，上音乐。你别跟我说这跟你们学校门口那鸡公板一样。我破好几年，那能跟你的破玩意一样啊？
有彩蛋！我对一只鲍鱼起了恻隐之心，我决定给它一个家，明天看看它能过成什么样。我他妈心头说那开瓣一样的榴莲。再见。来了，大包子来了！我爷今天在早市买了2个排骨包子，但是每个包子里就1块排骨，这给我奶气的。他说我爷说你但凡要会包包子，我不带受这个委屈的。我爷说我不会包包都80来年了，你他妈现在老说我这事干啥呀？行了，我包吧，先来一个油焖尖椒和酱扒茄子，再干一锅叉烧肉。我弟说你别整这些没用的呢，那馅儿大点比啥都强。这包子让我俩塞的呀！我说奶，你今天吃完我包子，给我写一篇日记，题目就叫一个包里吃出16块排骨是一种什么体验。我奶昨天给我弟喊去了，说你们做饭也挺费的，给你们拿点钱。你们也不能好意思要，给你们买了个大肘子，还买了2根肥肠和一大块猪皮。我弟说明白了，明天我给我哥喊来。我奶说你可千万别这样，别整那么硬啊，我这牙这2天有点疼。我奶还点了个炸刀鱼，但是这炸完鱼的油太腥了，我就在得物买了个嘎嘎漂亮的联名款空气炸锅，好看实用，操作简单，小白也能直接上手。评论区现在有活动，喜欢做菜的朋友赶紧去看看。我本来都要走了，我姑说一听说有包子他们全来了，我就又汆了锅丸子汤。但我说都这么大人了，你们不能自己整点饭吗？那至于上我奶这堵我来吗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排包、焖椒、溜肠、剥丸、扣肘、酱茄、试鸡，就是香刀、烧皮儿、叉肉。我这一打开才发现，我们全家今天是吃了个猪的全家桶啊！你看我弟这包子吃的，先把排骨啃了，完了再往里边夹馅儿，这康吃一大口下去，香不香不知道啊，给我奶吃的直着急。我奶说赶紧把这鱼端那边去，把那肘子拿过来点。肘子，大肘子得在我跟前儿啊。今天给我奶做点饭送去，我奶最近倒是没骂我爷，那不得防患于未然吗？就像你对象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你心里明镜呢，其实就是完了全完了。上回整个肘子给我奶吃嗨了，这回我来个猪蹄儿吧，给我奶美美容。但我现在这个身体整个猪蹄儿多少是有点讽刺了。讽刺的不只是我们俩现在这双扣听了，这是。你说我俩一人就剩半拉玩意儿好使了，还在给我奶整狮子头呢。我就希望我奶能对我爷好点，真的。要再说过2天我爷又挨呲了，完给我俩整过来了。哼，那照这个架势，我俩应该是拄拐来了应该。2个肉菜怎么能治愈我奶呢？这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啊！赶紧的，猪肉炖粉条安排上吧。完了，我奶头2天说没吃过葱烧海参，我说这好办呢，孙子给你做一个葱烧木耳，实在不行再给你个葱爆肥牛，都差不多的玩意儿。我说你这么大岁数，还走那形式干啥呀？第2天拉出都一样的。最后小的溜的拌了个凉菜，又整了个上汤娃娃菜，荤素搭配你才能长命百岁。我弟在那打着包问我说哥为啥有事都咱俩上啊？我说这不都是因为你有个好妈，我有个好爸吗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葱耳、爆牛、红狮、上娃、猪粉儿、烧蹄儿加凉，这猪肉炖粉条和点饭，狮头捣碎乎了再拌点饭，完了再啃个猪蹄儿。我爷这个礼拜应该是安全了。我弟不是手也坏了吗？可劲在我奶眼前晃悠，我都快怼我奶眼珠上了，寻思让我奶关心关心他。我奶看着之后非常感性的说了一句，他说外孙子你他妈能不能拿稳点，别晃悠，我他妈夹不起来这块肉了。